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苹果股价持续上涨引发质疑，其人工智能战略能否支撑目前的估值？虽然投资者寄希望于新的人工智能功能将刺激用户大规模升级，但该战略的具体收益时间仍不确定。苹果股价已涨至历史高位，估值达到远期收益的30倍左右。下面这条，英伟达 NVDA 股价本周大幅波动，自历史高点反转。华尔街持续争论这家芯片巨头能为其创纪录的涨势增加多少价值。接下来这条，波士顿联储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美联储需要保持耐心，等待开始降息的合适时机。他认为，自今年晚些时候开始降息1次或2次的场景与这个观点一致。让我们关注，由于高抵押贷款利率，投资者可通过投资抵押贷款债券进行套利。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受到政府担保，但复杂性较高。个人投资者可通过相关工具接触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与近期的 6% 或 7% 高利率房屋贷款相关的高收益需要进行额外的功课。接下来这条，苹果因担心欧盟监管尝试限制科技巨头而拒绝向欧盟数亿消费者提供一系列新技术。苹果表示，数字市场法案迫使其降低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因此将在今年阻止向欧盟用户发布苹果智能、iPhone 镜像和 SharePlay 屏幕共享。接下来这条，前总统特朗普被判重罪后，其支持者慷慨解囊，助力竞选超过拜登数月的资金优势。在5月30日，陪审团裁定特朗普34项伪造商业记录重罪罪名成立后，特朗普收到了大量基层捐款，每小时收入数百万美元。根据周四公布的最新竞选财务申报文件，截至6月1日，特朗普的竞选账户已激增至 1.166 亿美元，超过拜登的9160万美元。让我们关注，监管机构发现美国4大银行提交的遗嘱中存在弱点，这些遗嘱详细说明了这些银行在发生重大灾难时如何自行倒闭。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认定，摩根大通、美银、高盛和花旗集团2023年提交的计划存在缺陷。据机构称，缺陷是一种提出计划可行性质疑的弱点。两家监管机构存在分歧之处在于花旗集团提交的计划的缺陷严重程度。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表示，他发现该银行的计划非常薄弱，足以被视为更严重的不足，而美联储坚持使用缺陷这个较轻的评级。下一条，美国股市周五收盘大多下跌，科技股领涨的涨势首次在超过1周的时间内出现疲软迹象。让我们关注，美国二手房销售连续3个月下降，价格创历史新高，同比销售额下降 2.8%。 利率高企加剧了房屋买家的负担能力挑战，只有中西部地区房屋销售增长，房屋库存增加，但仍远低于疫情前水平。房屋中值为41万9300美元，同比上涨近 6%。 下一条， AMC 正与部分债权人秘密商讨降低债务和延长近期到期日。该公司目前负债45亿美元，2026年到期债务超过28亿美元。AMC 正努力偿还债务并筹集资金，其债务以低于面值的价格交易。下面这条，电动车初创公司 Fisker 计划清算资产，债权人阵营将争夺优先偿还权。Fisker 因无法筹集资金而申请破产，并已达成出售所有4300辆汽车的协议。让我们关注，安德玛同意支付 4.34 亿美元和解2017年集体诉讼，该诉讼指控其通过夸大收入来误导股东。最后一条，波音首席执行官因波音客机坠机遇难者家属道歉，美国司法部正在考虑与波音达成的协议，让其避免刑事起诉，但也可能任命联邦监管员监督公司安全改进的进展。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